Hello，大家好。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确实非常的忙碌啊，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一直都抽不出时间来拍视频。那今天难得有空啊，就出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大家知道，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在做 5G 的测试，5G 也即将进入到人们的生活。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一下，移动通信走到今天的 5G 时代到底是如何演进而来，以及华为在 5G 时代到底有哪些竞争力呢？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好的，介绍 5G 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科普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就是电磁波的频谱。很长的一个频谱啊，我这个频谱呢我就不自己画了，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图，找一幅图给贴给大家吧啊。那这幅图非常的重要啊，在这期视频包括以后我做的一些视频当中，这幅图也会经常出现的。好，大家看到这个电磁波的频谱啊，非常长啊，它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的，就是从左至右啊，下面这边呢是波长，上面呢是频率，也就是它的单位是赫兹啊。下面这个波长随着从左到右是越来越短的，上面这个频率呢反而是越来越高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公式了。那这个公式呢是什么呢？就是光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光速大家都知道是30万千米每秒或者是30万公里每秒啊。那光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这个波长和频率是成反比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波长越长它的频率就越低，波长越短频率就越高，就是这个原因。那具体应用的场景都有哪些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啊。整个这个电磁波的频谱图当中啊，就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这个电波，右边是光波。那在这个电波当中呢，这个无线电波啊，它其实也分好几个波段啊，比如说长波啦、中波、短波，还有超短波，一直到这个微波波段。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波长长短是各自有特点的啊。那如果这个波长很长的话，它其实它的绕行能力就非常强。比如说它，穿过一栋楼啦，或者一个山啦，或者一堵墙啦等等，它的绕行能力就非常的强。那如果你的波长很短的话，它的这种绕行能力就没有那么强。比方说你拿着一个激光笔或者拿着一个手电筒对着一堵墙，你想去照射，是很难穿透这堵墙的，就是因为它光波的波长非常的短，它不像那种无线电波它有些波长很长，它就可以绕过很多的障碍物啊，这是波长长的一个特点啊。那这些长波、中波和短波，它们具体有哪些应用场景呢？那我们之前不是看过很多电视剧嘛？电视剧当中有很多这种发电报的场景啊，就是电报是一种，还有呢就是 AM 就是这种中波了，中波它是这种，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啦，或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种，也会在这个波段。比如还有 FM 它是调频了，就是调到了一个超短波的波段。那我们国家 FM 的波段大概是赫兹是87兆一直到108兆赫兹吧，这个一个波段。那由于这个波段呢，它的波长变短了，所以它的这个绕行能力或者是远距离传输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调频，比如说 FM， 一般情况下都是本地的广播比较多啊，像 AM 啦这种都是这种全国性的广播比较多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还有什么场景呢？比如说之前我们用过的很多这种那个 BP 机啦、大哥大啦，这些都是工作在这个波段的。好，那继续啊，这幅图再往右，我们接着看。那当波长小于1米的时候，它就进入了一个微波阶段，这个就叫微波啊。那微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波段啊，也是我们这个2G、3G、4G、5G 所有的移动通信当中所比较集中的一个波段，就是这个微波阶段了。那我之前也提到过，像我们这种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呢，它当中就专门有一个特定的专业，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的啊。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来介绍这个微波原理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微波这个波段到底有哪些应用的场景啊。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2G、3G、4G、5G 当中的移动通信都是落在这个波段的。那还有其他哪些呢？就是叫做比如说微波炉，我们用的日常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微波炉。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毫米波雷达，就是在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时候，毫米波雷达是应用最多的一个传感器啊。那整个这个微波的波段，它的波长大致是在1米到1毫米之间啊，所以它分为分米波、厘米波以及毫米波啊。那刚才说到这个毫米波雷达就落在毫米波这个范围内。那至于这个移动通信当中的2G、3G、4G、5G 呢，它分别落在什么波段呢？这个之后我们再详细来看。那我们先把这幅图过完啊，我们继续再向下看。那在这个整个频谱当中，如果你的波长已经小于了1毫米，或者是赫兹达到了300G 赫兹以上，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我们的红外线这个波段。
红外的应用场景其实也很多了，比方说我们用在比如红外望远镜啦，或者一些红外的温测仪啦，或者一些家用的一些遥控器啦，那这些用到的波段都是处在这个波段啊。再往后呢就是到了可见光了。可见光呢，这个里面不是我们都知道啊，大家都分为这个红橙黄绿青蓝紫啊，就是在跟红外线最接近的，也是波长最长的，这个是红色。那跟紫外线那边最接近的那个是紫色，它的波长也最短啊，所以分为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个是可见光，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波段是在这个范围。那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大概是从300多纳米一直到700多纳米吧，接近于800纳米之间，这样一个范围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这种可见光的一个范围。好，那再比可见光波长更短的，这就到了紫外线这个波段了啊。那紫外线这个波段，大家其实也并不陌生了。比如说，紫外线照射在我们皮肤上的，通过我们皮肤上的维生素 D3，可以形成这个维生素 D，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好，这里面我要着重提一下啊，之前我在介绍这个芯片的时候，在芯片代工阶段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器，那个仪器就叫做光刻机啊。那光刻机呢也分为很多种啊，比如说什么 DUV 的光刻机了，或 EUV 的光刻机了，分别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DUV 的光刻机就是deep， 就是很深的这种紫外线的光刻机，它的波长范围大概是200纳米左右啊。像 EUV，E 是什么意思呢？就 extreme 就是说它是极紫外线光刻机，那它的这个波长大概已经到了10纳米以内这个范围内啊，已经非常接近那个 X 光的一个波长了。那对于这种 EUV 的光刻机呢，它的波长越短，曝光的这种特征尺寸就会越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去制造这种7纳米级别的芯片的一个原因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来讲这个芯片制造，也不是来讲光刻机啊，所以在以后的视频我们再详细介绍吧。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讲无线通信。好，我们继续再向右看啊，就是比紫外线它的这个频率再高，比它的波长再短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进入我们这个 X 射线了。我想 X 射线呢，这个就是大家并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去医院经常照那个 X 光，用的就是这个波段的射线，就是 X 射线啊。这个 X 射线又叫做伦琴射线啊，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伦琴，是在1895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X 射线，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就叫做伦琴射线。那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剧啊，是一个 HBO 推出的一个新美剧，是在《权力的游戏》之后的一个紧接的一个美剧。那个美剧的名字呢叫《切尔诺贝利》啊，这个美剧也非常好看啊。那就是讲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然后导致这种核泄漏的一个故事。那当时他们的一个计量单位呢，就是按照这种伦琴来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比如3.6伦琴啦，或者是多少伦琴啦，他们以伦琴来做这种核辐射的一个计量啊。那到了2011年的日本的福岛核灾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这个计量单位就不叫伦琴了，那个时候叫做毫西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用这个毫西弗来计算这个核辐射的一个程度啊。好，那这是一个小插曲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比 X 射线的频率更高，波长更短，就进入到了伽马射线。这个读作伽马射线，不是 Y 射线啊。那伽马射线这个就很厉害了，它对细胞的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大啊。那它在医疗当中也可以用来做这个治疗肿瘤的。那这个伽马射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核辐射。那核辐射的时候，其实它出来3种射线，一个就是阿尔法射线，一个是贝塔射线，另一个就是这个伽马射线。这阿尔法、贝塔射线呢，它的杀伤力非常非常强，它对细胞的破坏非常非常大。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穿透能力不强，就是简单的一块玻璃或者一堵墙就可以把它阻断。但是这个伽马射线就不一样了，伽马射线它的穿透力非常非常的强啊。那这个核辐射对于人类或者对于这个动植物的侵害最强、最恐怖的，也就是这个伽马射线了。它可以说是这种杀人于无形当中吧。好的，这整个频谱图再往右呢，就是我们涉及到很多这种高能的宇宙射线了。那这些的研究领域就是比如说很多的天文学家了，或者是天体物理学家他们所研究的范畴了。好，今天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好的，那我就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电磁波的一个频谱图。那这幅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啊，因为在今后的视频当中，这幅图也会经常的出现的。在给大家科普完这个频谱图之后呢，我就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移动通讯的整个一个发展历程吧。最开始呢就是 1G 时代了。那 1G 时代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模拟信号的时代，应用场景最多的就是那种大哥大啊，就是在我们很多这种看这种香港电影当中，很多人就是拿着这种大哥大啊，它的特点就是说块头很大，像水壶一样，而且是没有屏幕的，而且它的天线是非常长啊。那这个就是 1G 的时代。好，紧接而来的就是我们的2G 时代了。2G 时代它主要完成了一个从模拟
你向数字化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啊。它主要完成了一些语音的数字化。那它的协议呢，主要是大名鼎鼎的就是那个 GSM 了啊。那 GSM 它主要完成的是一些比如说语音通话啦，还有一些发短信的功能。那随着后来呢，就是人们对于比如说上网的一些要求，所以也出现了GSM 之后出现了这个 2.5G GPRS， 包括 2.75G 的这种 Edge 这种技术，就是完成了人们对于上网的一些需求吧我记得之前给大家画过一幅图啊，就是比如我们手机再报基站，还有一个核心网啊，这是我当时自己画的一幅图啊。那其实到了2G 时代，它的网源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那中间的这个基站呢，其实它是在2G 时代是叫做那个 BTS 和 BSC 啊，那个核心网那边是叫 CN 了啊。那这就完成了一个在2G 时代完成了一个闭环的无线通信当中所有的网源啊。我记得2G 时代大概是在2001年的时候进行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商用的啊，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好，那2G 时代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3G 时代了。那3G 时代呢，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啊。那当时就有3G 时代的3个无线通信协议的标准，一个就是 WCDMA， 还有一个 TD-SCDMA， 还有一个就是 CDMA 2000啊，还有一个是 WiMAX 因为商用的比较少啊，所以就暂时不提了啊。好，那3G 时代这3大移动通信协议当中啊，应用最广泛、应用国家最多的就是这个 WCDMA 了啊。WCDMA 呢是主要应用在这个欧洲范围内的所有的国家都在用 WCDMA 的技术，当然也包括中国了。中国当时的中国联通给中国联通发的牌照就是 WCDMA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 TD-SCDMA， 那 TD-SCDMA 呢这个我着重提一下啊，因为 TD-SCDMA 这个协议是中国自主来提出的一个标准，而且是由这个 3GPP 所采纳了，当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执行的。当然这个是跟这个西门子来合作的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也是中国第一次把这个由中国提出来的标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那 TD-SCDMA 呢，当时也只是在中国国内进行了一个商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对它进行商用。当时也选了一个实力最雄厚的运营商，也就是中国移动，来给中国移动发了 TD-SCDMA 的一个牌照。那当时在3G 时代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时你在买手机的时候，还要问你这个手机到底是支持移动的还是支持联通的。那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说你这个手机到底是支持哪种制式了。是这个中国移动的 TD-SCDMA 制式，还是中国联通的 WCDMA 制式？那因为在这个3G 刚刚进行商用的时候，在一台手机的协议站当中，还没有办法把这种多种的不同制式的这种协议集成在一起的啊。当时是技术还没有达到那么成熟。后来的那些再出的手机的时候，它的基带芯片当中搭的协议站就包括了多种制式，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问什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了啊。当时是这样一个场景。那另外一种制式呢，就是 CDMA 2000了。那 CDMA 2000呢，它是从这个 CDMA 手机演进过来的。刚才2G 的时候少说了一种手机的制式啊，那就是 CDMA 手机。那 CDMA 手机主要是在2G 时代应用在美国，那到了3G 时代呢，它演进到了 CDMA 2000。CDMA 2000也是主要在北美啊，主要在美来应用的一种手机制式。那在中国这边呢，我们是给中国电信，由中国电信来发牌照，发 CDMA 2000的牌照。那这个也是当时在中国入市的时候谈判的条件之一吧。好，3G 时代介绍完了之后，那就进入到了4G 时代了。4G 时代其实比较简单了，就是它的2种制式，一个叫 TD-LTE， 另一个叫做 FDD-LTE。好，那很多人都会问啊，这个 TD-LTE 和 FDD-LT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些技术细节啊。那比如说这个 TDD 啊 ，TDD 它就是十分双工的意思 ，FDD 呢它是频分双工的意思，一个十分一个频分。那它到底是什么区别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啊，就比方说我们上一个高架桥，那可能在你这个左侧是有一个对向来车的，就是对面还有一个是两个通道。那这2个通道方向是不同的，那这个呢就是 FDD 的意思，就是频分双工的意思。那如果说你上到一个高架桥上，它只有一条路，但是分时段，比如说你现在是从南向北，但它过了1个小时之后是从北向南的车可以行驶啊，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十分双工。好，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应该了解它有什么区别了啊。那其实大家简单这样理解就够了。好，那4G 说完了之后，就到了5G 时代了。那5G 时代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多不同的制式，也没有那么多不同的协议了。那 3GPP 组织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叫做 5GNR， 就这一套协议，也就是全球各个的设备提供商或手机开发商，他们都是按照这一套协议来制作5G 的移动设备。
那移动通信当中各种的这种网源呢，也从2G 时代的 BTS、BSC 和 CN 过渡到3G 时代的 Node B、RNC 和 CN， 然后再到4G 时代的把前2个整合在一起叫 eNode B 和 EPC 就是核心网了啊，然后再到5G 时代的 DU、CU 和5GC 啊。当然这些网源呢名称呢大家不需要记啊，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啊，大家只需要记得移动通信当中是由这个手机、基站和核心网整体来构成的，这样就够了。好，那在刚才介绍这个频谱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就比如说我们的2G、3G、4G 再到5G，已经进入了这个微波阶段。但是在这个微波阶段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分为分米波、厘米波还有毫米波。那5G 这个时代也是首次进入到了这个毫米波的阶段。那为什么呢？我在之前的一个新闻当中看到了5G，它现在目前有一些实验的这个频率波段已经达到了28G 赫兹啊，也是非常接近30G 赫兹。那30G 赫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按照我刚才的一个公式啊，就是光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也就是在30G 赫兹这个频率下，它的波长达到了10毫米。也就是5G 首次进入到了毫米波阶段。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常识啊，就是我们手机当中用的这个天线，它跟波长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比例关系的。那大致的这个天线的长度呢是达到波长的大概是1/4到1/10之间吧，在这个长度，根据这个天线的类型不同而不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看到我们这个5G 不是进入毫米波时代了吗？它是10毫米，也就是说它的天线的长度非常的小。那比方说我们之前在看到很多这种老式的手机，比如说大哥大，它的这个天线就非常长啊，就是因为它那个时候用的波段就波长非常长，所以它的天线也要做得很长。比如在2G 时代，我们那个时候买的很老的手机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小的天线。到3G、4G 时代呢，那个时候天线已经可以做的足够小了，就不需要再弄出一个很长的天线出来了，它可以做在这个整个一个手机的机体里面了啊。所以说呢，到了5G 时代啊，由于5G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毫米波的阶段，所以它的基站的在布置天线的它的覆盖范围也会相应的缩小，就没有像3G 或者4G 时代覆盖范围那么大啊。也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在路上以前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很高的一个这个基站啊，它上面会支出来很多的天线，当然它是天线阵了啊。那5G 时代的基站呢，它就不是那个样子了。5G 时代的基站它叫做微基站，是非常小的一个基站，就不像很大原来很大的那种基站了啊。那我一个同事他的老婆就是在这个华为的无线部门，那无线部门就是在做这个5G 的这种微基站的。那由于这个5G 时代这个微基站，它的覆盖范围会比较窄，所以你要达到在一个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当中，你要去提供这个足够充裕的这个5G 信号，你就要布置更多的这种微基站。所以呢，这个也给各个运营商带来一个挑战啊，就是它的布置这种网络设备的成本也会相应的增加。好，那5G 时代还有另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有3大应用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 eMBB， 就是增强移动宽带啊。这个场景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快。也是很多的媒体来争相报道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要看很多这种4K 的电影啦，或者8K 的电影啦，或者说我们下载一部电影高清的电影，速度几秒钟就下完了啊，它可以达到几个 G 的下载速度。那这些强调下载速度非常快的场景，就是这个 eMBB 啊。另一个场景呢，就是叫 MMTC 啊，它就是万物互联的一个概念啊。那这种场景它其实对于这个速率和对于这个延时性没有要求那么高，它要求的是一个海量物联的一个概念，主要应用于比如说一些智慧城市啦，包括一些智能家居等等啊。那它呢，这种5G 的场景，它就不需要那种那么高的一个频段，就比如说28G 赫兹，当时我说的就毫米波的这个频率了，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些低频率，但是呢，它的覆盖面要广，它比较追求的一个目标呢，是一个续航能力和一个可靠性。那我们再看到啊，国家给这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种不同运营商颁发这个5G 牌照的时候啊，它都是划定了一个不同的频段的，有些是低频一点的频段，有些是高频的一点的频段。那为什么这样分呢？实际上这种高频和低频的频段是应用在5G 的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当中的。那第3个场景是什么呢？叫做 URLLC， 就是高可靠低时延连接。那这种场景它对于时延的要求非常的高，像
URLLC 这个主要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比如说一些像自动驾驶啦，或者是一些远程医疗啦等等啊，这些是它的应用的场景。那我之前在看到很多的这种新闻报道当中啊，它把 5G 的这种场景和这种自动驾驶结合起来啊，他们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感觉那些例子不是那么准确啊。就比方说，就是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当你的车跟前车即将发生一个碰撞的过程当中，就自动的触发一个紧急制动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叫做 AEB 啊，就自动刹车辅助系统。其实 AEB 这个功能啊，已经应用在很多汽车当中了，但是它完全不是依靠网络的。它就是靠装在汽车上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模块啊，通过这个跟前车的距离和速度计算出它的 TTC， 只要达到一定的阈值，它就会触发这个 AEB 的功能啊。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道理啊，就是当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比如说要两车进行碰撞的一个很危险的时刻，你觉得用无线的方式来控制汽车，还是用有线的方式控制汽车更保险呢？我想当然是有线了。延时率再低的这种无线的对汽车的控制，也没有有线来得快。所以很多这种介绍性的文章啊，把这种5G 的第一实验性和 AEB 这种紧急刹车结合起来啊，来作为一个 URLLC 的一个应用场景，是不是那么准确的？那这个5G 到底在哪些场景当中能和自动驾驶来结合起来，一起来应用呢？就比方说我们在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因为我们一辆汽车要实现一个自动驾驶，它上面是装了很多的传感器的，比如说摄像头啦，比如说一些激光雷达啦、毫米波雷达啦，还有一些超声波雷达啦等等啊，这是很多的传感器啊，就装在你车的周围。这些传感器它的探测是有一个范围的，比如说它探测也就是100-200米最远了，100-200米这样一个范围啊。但是，如果说你汽车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你在前方假设是500-600米，甚至是1公里之外，它出了一个事故，造成了一个拥堵，或者造成了一个这个交通的一个混乱吧。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5G 来告诉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啊，让它提前进行一个路线的规避，或者提前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路径的选择啊，等等，这些应用是可以应用的。那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应用场景呢？就是比如说这种 AVP 就是这种自主泊车啊，自主泊车也是自动驾驶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到了一个停车场，它会自动的下载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实时的地图，包括一些车位啊，它会自动的开到那个车位去把车停进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那还有什么应用场景呢？就比方说一个司机把车已经停到了一个停车场上，但是他占的这个车位呢是别人的一个车位，那个人想让他换另一个车位啊，但是这个司机又不想去跑很远，跑到那个停车场去进行一个挪车的操作，那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啊，通过5G 跟自己的汽车进行一个关联，然后呢去控制这台汽车，把这台汽车从这个车位移到另一个车位，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需要了这个低延时性，因为你要去控制这个汽车，控制发出去这个指令和实时传回来这个画面是要尽量达到同步的。如果你不同步的话，或者稍有延迟的话，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要用到了5G 的这个低延时性，就是应用在这个场合的。那在聊完了5G 的几大应用场景之后，那我们再聊一下在即将到来的5G 时代，那包括中国的公司又有哪些话语权呢？那所谓的这个话语权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标准2个字啊。我们还记得之前的一段时间，很多的组织啊，包括这个 WiFi 组织啦，还有蓝牙组织啦，还有这个 SD 卡等等啊，这些很多组织都把华为排除出这些组织之外。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华为失去话语权。当然现在又把它给加回来了啊。那我们都知道啊，华为在5G 当中拥有非常多关于5G 的专利啊。但是即使你华为拥有如此之多5G 的这种专利技术，但是你这些技术无法在行业内形成标准，那你这些技术就做了无用功。那我在上期视频当中给大家介绍过 ARM 架构啊 ，ARM 这家公司呢，就是授权自己的架构给各个芯片的设计厂商，让他们来运用自己的架构来设计，就是要放弃自己的自研架构。目的就是为了让 ARM 这种架构形成这种智能手机的唯一的架构标准。那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的开源也是如此啊。当所有的非苹果类的智能手机应用的都是安卓的操作系统，那进入的都是一个谷歌的一个生态圈，那剩下的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可见这个标准的制定是多么重要啊！之前的5G 的标准之争也是如此。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公司，它呢发明了一个无线通信的一个技术，叫做马分多指，也就是 CDMA。
那家公司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高通，也就是因为当年高通研发了这个 CDMA 技术啊，到现在为止，高通依然靠着这项技术来不停的收取专利费。是在2G 时代啊，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就是非 GSM 这种支持下的有一款 CDMA 手机嘛，它主要应用在北美了啊。那所有在制造 CDMA 手机的厂商都要给高通交取专利费，包括一些高通税啊。那到了3G 时代呢，之前提到的 CDMA 2000，其中一个制式，它是从 CDMA 手机 CDMA 演化过来的 CDMA 2000。那这个呢，当然也要向高通交取高额的这种专利费。那另一个呢，就是 WCDMA 了。那 WCDMA 也是在3G 时代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制式啊。那 WCDMA 它也用到了马芬多酯，也就是 CDMA 的一个技术。所以呢，所有做 WCDMA 手机，包括设备提供商，都要给高通交取高额的专利费。那这样，欧洲的很多的公司啊，包括爱立信啦，或者诺基亚啦，也包括中国的很多公司啊，非常的反感。所以到了4G 时代啊，中欧为了摆脱高通的束缚，所以就联起手来，一起制定了基于 OFDM， 也就是正交频分复用这项技术的 LTE。那与之竞争的还有哪些呢？一个是北美它自己制定的这个 WiMAX 啊，另一个呢就是高通它自研的从 CDMA 过渡到4G 的一个基于 CDMA 的一项标准。那当时这个 WiMAX 也是宣传的异常的强大啊，它结合了包括英特尔了、IBM 了，还有这个加拿大的北电，还有摩托罗拉等等啊这些公司一体共同来研发而且美国呢也发动了它的这些传统的这种附庸了，比如说日本了、韩国啦、澳大利亚等等啊，要求这些国家也共同要来使用这个WiMAX 在4G 的时代啊。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结果是在2010年的时候 ，Winter 裁掉了它的这个 WiMAX 部门，也是这个研发整个失败了。那还有呢，就是北电的破产，就是加拿大的北电，因这件事情也宣布了破产。而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啊，也纷纷转头投向了 LTE， 包括高通自己也放弃了自己从 CDMA 向4G 的一个演进的技术，最终也选择了 LTE。所以可见啊，在4G 的时代，中国和欧洲联手制定的这种 LTE 的标准，不管是 TD-LTE 还是 FDD-LTE 啊，那这个标准获得了胜利。当然，高通也并不完全失败啊，因为所有的手机都是要向下兼容的，也就是说，你一个4G 的手机或者是5G 的手机，它一定要支持3G 的功能，也要支持到2G 的功能啊。那目前在中国，所有1G 手机的这个基站已经被拆除了，所以最低的标准是到2G啊。所以只要你用到2G 或者3G CDMA 相关的一些技术，你都要给高通持续的在交这个专利费。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国家和公司抢破了头也要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拿到自己的话语权。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出现了在5G 时代非常有名的那次编码之争了啊。那编码之争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在制定5G 的标准的时候，一共有3种编码方案，一个是法国电信的特步码，另一个是高通的 LDPC 码，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华为的 Polo 码，这3种编码方案。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我们学过通信原理的人都知道啊，在一个无线移动通信当中，它的物理层实际上是分为数据信道和控制信道2种信道的。那最终呢，高通的 LDPC 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而华为的 Polo 码也是极化码啊，是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这里面要提一下啊，刚才所说的这2种编码方案呢，只是在5G 3大应用场景当中的一种应用场景，也就是 eMBB 的一种场景当中的编码方案。那也就是说呢，华为所最终被采用的这个编码方案，只是5G 3大应用场景当中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的一个编码方案被得到了采用。简而言之啊，谁的编码方案能够最终成为5G 的标准，谁在这个编码方案中所创造出来的诸多专利才能够变现，谁才能在今后获取更多的专利费用。这个就涉及到一些商业利益的互搏，以及公司和国家的之间的竞争了。当然，过分的贪婪最终将导致成为孤家寡人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给大家举的高通的例子。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吧。今天的视频我主要给大家科普了一下电磁波的频谱，还有移动通信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未来的5G 时代的3大应用场景。还有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移动通信的领域，最关键也最具竞争力的不是技术，而是标准。那关于5G 的话题呢，也非常多，非常杂啊。那如果大家关于5G 方面有哪些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给我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吧。好吧，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